住宅是一个比较旧型的住宅，那所以它原本建筑的时候就有一个副层，所以我们会有一个半楼下地下室，跟另外一个半楼上我们的另外一个夹层，所以可以借由这个空间看起来，我们这个客厅就是一个挑高的，大概有快400公分高。那所以在这样子挑高的环境里面，我们选用的灯光跟这些氛围都是希望凸显出这个地方客厅的高度，所以我们在照明的时候会只有指引一些入口的地方，像是要上去的楼梯，或是客厅的正中间，然后下楼的一个地方。那所以产生的氛围就是希望这边有一种空旷一点的挑高感觉。那我们可以看到，在这个夹层的下面呢，我们做了一些储藏的空间。那原本的这个上面的夹层其实是比现在更宽的，所以它就相对应会压迫到里面的卧室空间。那其实在这个过渡的夹层的时候，我们在想它可以做什么样的功能。那其实在之前的屋主的使用的时候，它其实只是一个过道，然后也是一个摆放神明厅的位置。那在这个住宅的时候呢，我们想了一下，我们把原本的墙往前推了大概1米的位置，那就营造出一个过渡的空间，不是那么大，那它就相对之下就反映出这个家庭住宅生活的一个核心。那因为这一家呢喜欢弹吉他、跳舞、练瑜伽，然后还有一个电子鼓在这里，所以我们想成它就是一个 live show， 我们可以在这边展演我们生活的一些才艺跟行为。所以大家现在可以看到，我们把这一个位置变成一个过道之后，那相对应在这个客厅的位置，它就是一个舞台的样子。所以其实在进出的这2个卧室的时候，我们也可以看到人真实在里面生活的一个情境。因为这边是一个舞台空间跟我们的生活的一个主要的出入口，所以我们加了智能的灯光。那当然我们就可以选择我们要的色温，所以我们色温跟强弱都是可以一并的选择。那也许今天我们是有一个live show 的表演的时候，我们就可以调我们光线的色温白一点，或是色温黄一点。那我们也可以调它的强度。我们可以同时的关掉，那它当然也可以在一个设定情境氛围底下去做到一个调光的动作。由于这个住宅的年份非常久哦，所以它原本的电箱是非常小的。那我们在现在的科技生活底下，我们非常需要很大的用电量，所以我们就做了一个把电箱加大。那原本的位置其实是在这一边，那后期因为电表是原本的2倍半大，所以我们移至到这个隔栅门的后面。那所以这一连串在厕所旁边就是我们的生活的收纳柜。那一路的过来这里，我把一个位置整理出来，因为原本的厕所隔间就在这里，所以这个通道显得有点大。那我于是就在这里塞了个边柜，从那边的电箱、收纳柜到一路这个开放式的展示柜。那所以我们的这个舞台的区域其实比原本小了一些，可是也相对应的扩充我们其他的收纳空间跟房间的一个部分。那再来这里看出来，我们原本的柱子在客厅那里有一根，这里有一根，主卧也有一个。那相对应在这个位置呢，其实是往下楼的一个楼梯的位置。那其实太开放也不好，所以借由这一个柜子的设置，我不让客厅一进来可以看到我卧室的入口，所以在这里就做了一个比较深的收纳。所以因为主人喜欢在这边练瑜伽，还有一个琴架的一个需求，所以做了一个比较深的收纳柜在这里。那在这里可以看到呢，我们这一个舞台的区域是用这个玻璃来当隔屏。那原本使用的一个方式的时候，在原屋主是一个比较矮的这种格栅的扶手。那相对应在这样子的空间里面，它当然比较开放，可是在视觉上面就会显得比较复杂一点。那在这里呢，因为我们的客厅是挑高的，那这个冷气呢，我们也会怕它不够凉，或是在温暖气的时候不够温暖，所以我们做了一段一段的这种玻璃
璃可以让空气部分隔绝，然后也可以让我的自然风产生流动。因为在这个主卧的门窗打开之后，我的前门打开，其实有一个很好的对流的风的状态，所以我们会引进自然的风。那如果到晚上需要开冷气的时候，那它也变成一个空间里面的区隔。在这里做了一个比较超白的玻璃，是让我的视线上面比较没有阻碍。那借由这个光边的处理，我们可以看到光线一闪一闪，特别是后面的这个投射灯打过来，我们在空间的界面上面，感觉就会有一个若有似无的光线在那边区隔起来。在这个区域，我们可以看到是2个卧室跟厕所的入口。那在这边，因为希望把这一个入口是消失于无形，所以我们都用暗门的处理。那我们也没有门把，那所以可以看到这样子就可以进去的话，是另外一个空间的延续。接下来我们就可以看到，在这个小孩房的地方，我在这边就做了一个延伸的墙面。那在这个门的后面，可以看到我们就是比较深的一个收纳柜，可以放置行李箱或是一些杂物的状态。在这一个小孩房的时候，它就是这个空间区段的中间，所以它是全暗房。那全暗房的时候，我会比较注意它的空气交换跟照明的设备。那在这个地方呢，我们还是希望我们的空间有趣一点，所以我加了一个日落灯打在这个材质墙上面，让它产生光线跟材质之间的一个趣味性。所以在这个墙面的地方，延续在这个走廊有一个镜面的相互延伸，那就可以让我的这个日落灯的效果更加的延续。接下来我们看到的是厨房跟餐厅的空间。那这一层呢，主要的就是厨房、餐厅跟后面的厕所跟2间的卧室。那你可以看得出来，在这个地方可以看得出来，我们在墙面的整体的话，我们的是同一种饰面，然后一样的延续我们刚刚在楼上的一个状态。我不希望我的门的位置太多被强调，因为在这一道墙上面就会有3个门。那我们可以看到，在这一道饰墙上面，我们收了一段的墙面是镜面。那因为这个地方是一个一半在地下室的空间，那相对应之下，你就会光线比较不足，所以我希望借由最少的光源产生最大的照度，所以在上端就是收这种明镜。那希望透过这样子的反射方式，让整个空间的上端都亮起来。在这边可以看到，我们的餐桌主要选的就是一个漂浮式的餐桌，它的桌角就是用透明的亚克力来呈现，所以你可以看到它的桌面只有这个薄薄轻轻的浮在这个空中。为什么特别选这个呢？因为这个厨房跟餐厅是在地下室，它的光线也许没有那么好，可是我希望它是一个轻飘的、清透的空间，所以借由这样子漂浮的餐桌，白色桌面的延续，一路延续到厨房的这个人造石台面，都是一个白色带状的空间呈现。相对应起来，这个地方就是楼下的一个厕所的位置。那另外这一边呢，就是一个小孩房的入口。我们来看一下这一间。这一间的小孩房的主题就是跟音乐有关，所以我们在这道墙上面做了一个主题的颜色，然后把所有的 bass 电吉他、乌克丽丽跟吉他都挂在这个上面，相对应的，它就是这个小孩房最主要的特色。我们透过空间的整绘、灯光的使用，我们让这个空间里面产生更多的氛围性，就是希望在这里生活可以更加舒适、更加的放松。